你是否曾经思考过这样的问题：那些被媒体大肆吹捧的股神和商业奇才，他们的辉煌成就究竟有多少源于真正的实力，又有多少仅仅是纯粹的运气？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相信那些成功人士分享的经验法则，却往往忽略了他们身后成千上万的失败者？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似乎天生就不擅长理解概率，总是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做出不理性的决策？如果你曾被这些问题困扰，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深度解读一本足以颠覆你认知的经典著作《纳西姆·塔勒布的随机漫步的傻瓜》。坚持读完这个分享，你将获得一套全新的思维框架，用来审视市场和人生中的不确定性。你会学到如何清晰地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能力，什么是随机的运气，从而避免被表面的成功所迷惑。你将掌握如何识别并克服那些让我们一次次掉进陷阱的认知偏差，如何构建一个更能抵抗风险的人生和投资策略，学会在充满黑天鹅的世界里不仅能求得生存，更能抓住罕见的机遇。这不仅仅是一次读书分享，更是一场思维的升级。我们都渴望成功，也崇拜成功者，但塔勒布一开篇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你眼中的成功有多少是真正的实力，又有多少只是纯粹的随时可能被收走的运气？为了说清这一点，他给我们介绍了2位交易员邻居，我们姑且称他们为人生赢家约翰和保守派塔利波。赢家约翰风格激进，业绩斐然，开着豪车，住着豪宅，是所有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他的策略就是利用高杠杆去赚取看似稳妥的微小利润，在风平浪静的几年里，这让他赚得盆满钵满。而保守派塔利波风格却截然相反，他极度厌恶风险，宁愿少赚钱，也绝不让自己暴露在可能一败涂地的风险之下。在约翰这样的明星面前，塔利波显得黯淡无光，甚至有点窘迫。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一边是高歌猛进、回报惊人的明星选手，另一边是畏首畏尾、收益平平的保守玩家。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把更多的钱交给谁？如果你是旁观者，你会更羡慕谁？在大多数人眼里，答案不言而喻。但这正是塔勒布想要我们警惕的陷阱。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市场危机。危机中，人生赢家约翰的完美策略瞬间崩溃，短短几天就亏掉了过去数年赚到的所有利润，还让公司背上巨额债务，最终被耻辱地扫地出门。而那个窘迫的塔利波却因为一直防范着这种极端风险，不仅安然无恙，甚至还可能在混乱中赚了一笔。这个故事精炼地揭示了本书最核心的洞察之一：在一个充满随机性的世界里，短期的成功是极具欺骗性的。我们太容易把一个在特定时期表现优异的人直接等同于一个能力超凡的人。约翰的成功并非源于他能预测未来，而是他的那种激进风格恰好过度适应了前几年的那段平稳市场。他的成功是随机性发给他的体验卡，有额度更有期限。一旦市场环境这个天变了，他的命运就急转直下。塔勒布用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约翰这类人，他们就像在压路机前捡硬币，每一次成功捡起硬币都让他们信心倍增，觉得自己技术高超。他们看不见的是，只要压路机的一次碾过，所有的利润都会被连本带利的夺走，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这本书给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提醒，就是在评判一个成功案例时，我们不能只看结果，更要审视其成功的质量和路径。他是一路如履薄冰，时刻为极端风险准备着才走到了今天，还是说他只是运气好，赌对了方向，而那辆足以压垮他的压路机还没开过来？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我们就很容易成为随机漫步的傻瓜，盲目崇拜那些靠运气成功的伪赢家，并试图模仿他们那套充满隐藏风险的成功学，最终把自己也置于危险的境地。那么这个能瞬间摧毁一切，让明星变丑角的压路机到底是什么？它为何如此神秘，又如此威力巨大？塔勒布给了这种无法预测却能颠覆一切的事件一个特别的名字，现在你一定听过“黑天鹅”。这个词的来源很简单，在发现澳大利亚之前，欧洲人观察了上千年的天鹅，无一例外都是白色的。于是他们得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绝对真理的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结论在数百万次的观察中都得到了完美的验证，直到探险家们在澳洲看到了一只黑色的天鹅。请注意，不需要10000只，也不需要100只，只需要这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足以将过去千百年积累的正确经验彻底颠覆。如果这个例子还不够刺激，塔勒布还讲了一个更扎心的比喻，我们可以称之为火鸡的悲剧。
想象你是一只生活在农场的火鸡，而且你是一只非常聪明、善于观察和总结的火鸡。从你破壳而出的第一天起，你就发现每天上午9点，一个高大友善的两脚生物都会走过来，给你送上美味的食物，风雨无阻。作为一个实证主义者，你每天都在收集数据，而数据每天都在强化你的核心信念：这个人类是爱我的，我的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你的信心与日俱增，甚至可以向周围的火鸡同伴发表演讲，用你过去1000天的数据精准预测明天上午9点，食物一定会准时送达。然而，第1001天，也就是感恩节那天，那只一直喂养你的手伸了过来。这一次，它拧断了你的脖子。在这只火鸡看来，它的死亡是一次完全无法预测的颠覆性的意外，但在屠夫看来，这却是计划的一部分。从黑天鹅和火鸡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提炼出这类事件的3个核心特征。第一，它极其罕见，完全在你过去的经验之外。它是一只黑色的天鹅，是火鸡生命中从未有过的断头饭。第二，它一旦发生，会产生极其巨大的冲击。它能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直接终结火鸡的生命，或者颠覆一个行业，甚至改变世界格局。第三，事后才具有可预测性。事情发生之后，总会有一堆专家跳出来分析的头头是道，好像他们早就料到了这一切。但在事前，我们绝大多数人和那只自信的火鸡一样，对即将到来的高难一无所知。现在我们就能彻底理解为什么约翰的失败是必然的。他就是那只最成功的火鸡，他依赖过去几年市场平稳的数据，不断强化自己能稳定赚钱的信念。他甚至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武装自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从来没想过，他赖以生存的那个平稳环境本身就是暂时的。他忘记了那个制定游戏规则的屠夫随时可能改变主意。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就是由一次又一次的黑天鹅事件所塑造的。2008年的金融海啸就是华尔街的黑天鹅。当时全世界最顶尖的金融头脑，拿着诺贝尔奖得主发明的模型，都普遍认为基于房地产的金融产品是安全的。但次贷危机的爆发瞬间让整个体系濒临崩溃，无数人的财富化为乌有。你分析过去50年的房价，也预测不出这场危机。所有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就是，你无法用历史数据去预测它们。火鸡的错误不在于它不聪明，而在于它过度相信自己有限的经验。我们人类也是如此，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未来只是过去的延伸，而忽略了那些能够一举推翻所有过去的黑天鹅的存在。塔勒布提出这个理论，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学算命，去猜下一只黑天鹅在哪，恰恰相反，他的核心思想是黑天鹅是不可预测的。那么承认这一点有什么用呢？用处太大了。它能让我们从对精准预测的病态执念中解脱出来，转而思考一个更根本也更重要的问题：既然未来是不可知的，既然毁灭性的打击随时可能出现，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构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投资，才能在黑天鹅的冲击下不仅不会被摧毁，甚至还能从中获益？我们要做的不是成为一个数据更全、模型更准的火鸡，而是要从一开始就努力让自己不当那只任人宰割的火鸡。可问题是，既然历史的教训如此惨痛，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掉进同一个陷阱，不自觉地扮演着那只火鸡的角色呢？这背后其实隐藏着我们大脑里一个更深层次的、几乎无法靠意志力克服的认知偏差。而这个偏差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揭示的那个让我们眼中只有成功者而看不见背后无数尸骨的巨大陷阱。上一部分我们说到了黑天鹅，那种能瞬间颠覆一切的罕见事件。既然历史的教训如此惨痛，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掉进同一个陷阱，像那只火鸡一样，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浑然不觉呢？塔勒布告诉我们，这是因为我们的认知系统里有一个比黑天鹅更常见、更隐蔽的巨大陷阱，它无时无刻不在扭曲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个陷阱叫做幸存者偏差。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塔勒布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就说清楚了，那就是打字机前的猴子。想象一下，我们把无数只猴子放到无数台打字机前面，让它们日以继夜地胡乱敲击。只要猴子的数量足够多，时间足够长，那么从概率上讲，必然会有一只猴子纯粹靠运气，一字不差地打出一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时候，媒体会蜂拥而至，把聚光灯打在这只天才猴子身上，分析它的成长经历、饮食习惯，把它奉为偶像。全世界都会惊叹于他的才华，
但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的是，那无数多只打出了一堆乱码之后默默无闻，甚至已经死去的猴子。我们只看到了那一个成功的幸存者，却忽略了背后庞大到不成比例的失败群体。于是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原来猴子经过努力是有可能成为大文豪的。这就是幸存者偏差的本质。失败者是沉默的，他们的故事无人问津，甚至被彻底遗忘；而成功者则会被放大、被研究、被模仿，这导致我们严重高估了成功的概率，也错误地理解了成功的原因。塔勒布还举了一个更接地气的骗局例子，这个骗局就是幸存者偏差的完美应用。一个骗子想让你相信他是股神，他会怎么做呢？他找来1万个人的名单，给其中1半人发信说下个月股市会涨，给另一半人发信说下个月股市会跌。1个月后，市场总会对一半错一半，那收到错误预测的5000人，他就再也不联系了。他只针对那5000个见证了神准预测的人重复同样的操作。再过1个月，又会有1半人被淘汰，剩下2500人。如此循环往复几个月，最后总会剩下几百个人。在这几百个人眼里，这个骗子简直就是神，连续5、6次精准预测了市场涨跌。这时候，骗子在邀请他们加入一个收费高昂的 VIP 投资群，你说会不会有人心甘情愿地把钱交给他？你看，骗子什么都没预测，他只是利用了统计学的筛选，让幸存下来的你误以为他的成功是能力。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就像一个由这位骗子精心打造的巨大舞台，媒体、畅销书、商业广告都在扮演着筛选者的角色，他们不断地把幸存者推到我们面前，而把失败者隐藏起来。最典型的就是创业领域。我们总听人说读书无用，你看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不都辍学创业成了世界首富吗？这句话极具煽动性，但它却是一个典型的幸存者偏差谬论。因为我们只看到了那几个成功的辍学者，却完全无视了背后成千上万个同样辍学创业，最后却一败涂地，甚至生活困顿的人。他们的故事媒体不会报道，他们自己也没有话语权。投资领域更是如此。你打开任何理财 App， 看到的基金推荐永远是那些过去1年、过去3年业绩排名靠前的明星基金。广告会用加粗的字体告诉你，他打败了99%的同类基金。但他永远不会告诉你，还有多少基金因为业绩太差已经被清盘，已经死亡了。你看到的永远是幸存者中最幸运的那一批。如果你根据这个筛选后的结果去做投资，不就等于收到了骗子的第6封信吗？所以我们必须在脑子里建立一个纠错机制。当我们在看到一个光芒万丈的成功案例时，要下意识地问自己一句：为了这一个成功者，背后可能死了多少我们看不见的失败者？是9个、99个，还是9999个？这个分母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这个成功的含金量。如果分母巨大，那这个成功很可能就只是幸存者偏差的产物，是随机性开的一个玩笑，几乎不具备任何参考和复制的价值。认识到幸存者偏差的存在，是我们戳破成功幻象的第一步。但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如此轻易地被这种偏差所欺骗？为什么我们宁愿相信那个打出哈姆雷特的天才猴子的故事，也不愿意去面对背后冰冷的失败概率？这已经不只是信息筛选的问题了，而是触及到了我们大脑最底层的运作机制。我们的大脑似乎天生就不擅长处理概率问题，可以说我们都是概率盲。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们的大脑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系统败？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就这么容易上当呢？为什么一个天才猴子的传奇故事总是比冰冷枯燥的统计数字更能打动我们？塔勒布给出的答案既扎心又深刻，因为我们的大脑在出厂设置时就有一个巨大的系统笨，我们天生就是概率盲。这不是在说我们笨，而是在陈述一个基于进化心理学的事实。我们得想一想，我们这颗大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不是在信息爆炸、数据环绕的今天，而是在几万年前的大草原。在那个时代，生存是第一要务，我们的祖先需要的是快速直觉式的判断，而不是慢条斯理的概率计算。草丛里传来沙沙声，你不需要计算这声音是风吹过还是狮子来了的概率分别是多少，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快跑。那些想得太多、跑得太慢的祖先，他们的基因早就被淘汰了。所以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倾向于在2件事之间建立简单直接的因果联系。这套快思考系统在远古时代非常高效，
但在需要处理复杂概率的现代社会，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斯金纳做过一个极其经典的实验，生动地展示了我们这种建立虚假因果关系的天性。他把一只饥饿的鸽子关在笼子里，然后完全随机地给它投喂食物。结果发生了什么？鸽子开始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迷信行为，有的会不停地逆时针转圈，有的会用头去撞笼子的某个特定角落。为什么？因为它可能恰好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食物掉了下来。于是，在鸽子简单的头脑里，就把转圈和获得食物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事强行建立了因果关系。我们可能会嘲笑鸽子，但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个赌徒如果穿着红内裤赢了钱，下次开赌他很可能还会特意穿上那条幸运内裤。一个交易员如果从某个特定的门进公司后赚了大钱，他第二天很可能会下意识地再走同一个门。这就是我们大脑里那只鸽子在作祟，它总想在随机事件中寻找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的理由。如果说这种小迷信还无伤大雅，那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概率盲的缺陷就可能是致命的了。这里给大家出一道题，这道题是塔勒布在书中提到的，也是给一群专业医生做的测试。大家可以暂停一下，自己先算算。题目是这样的：假设有一种病的真实患病率是1/1000，也就是 0.1个百分点，而检测这种病的仪器有 5% 的误报率，也就是它有 5% 的可能性会把一个健康的人错误地判断为有病。现在你完全随机地去参加体检，结果报告显示阳性。请问你真正得了这种病的概率是多少？95%吗？恭喜你，你的答案和当时大多数专业医生的答案一样，但这个答案错得离谱。正确答案是大约只有 2%。为什么？这里用大白话解释一下。我们假设有1000个人来检测，根据1/1000的患病率，这1000个人里大概只有1个是真正的病人。对于这个病人，检测结果会是阳性，剩下的999个是健康人。但因为仪器有 5% 的误报率，这999个健康人里大概会有50个人会被错误的检测为阳性。所以所有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总共是1个真病人和50个健康人，一共51人。你只是这51人中的一个，所以你真正有病的概率是1除以51，约等于 2%。这个结果是不是很颠覆你的三观？连每天和生命数据打交道的医生都会犯下如此严重的概率错误，更何况我们普通人呢？我们一生中有多少次因为一个看似确凿的证据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这就是概率盲的威力，它会对我们产生3种负面的影响：一、混淆情绪与概率。我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坐飞机，却对危险得多的马路习以为常？因为空难的画面冲击力太强，它占据了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完全忽略了它极低的概率。二、高估小概率事件的正面影响。为什么明知道中彩票的概率比被雷劈还低，还是有无数人愿意花钱去买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因为我们的大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中奖后报复的那一个场景，却无法真正感受到那个小数点后跟着无数个零的冰冷的未中奖概率。三、在随机中寻找规律。在股市里，我们是多么容易相信某个小道消息，或者凭着所谓的盘感去操作，而不是依赖理性的仓位管理和风险控制。这就是我们内心的那只鸽子，总想在随机的市场噪音中寻找一个确定的因果。所以塔勒布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首先是情绪的动物，其次才是理性的动物。试图用意志力强迫自己变得绝对理性，就像试图用意念控制心跳一样，是徒劳的，是反人性的。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有这样的缺陷，我们是不是就注定要在随机的世界里反复犯错，任人宰割呢？不一定。塔勒布认为，高手之所以是高手，不是因为他们修复了大脑的 bug， 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绕开这些 bug。他们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决策框架，他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一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巧妙地转移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而这个思维上的巨大飞跃，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探讨的核心，也是普通人和真正智者在决策上的分水岭。上一部分我们聊了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概率盲，这个系统 bug 听起来挺让人绝望的，对吧？难道我们就注定要被随机性反复戏弄吗？别急，塔勒布告诉我们，真正的聪明人不是去和自己的天性死磕，那是跟自己过不去。他们选择的是另一条路，绕开这个 bug，他们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框架来做决策。
这个框架的核心就是我们这一部分要讲的一个足以让你思维开窍的词——不对称性。不对称性这词听起来有点玄乎，其实戳破了就一层窗户纸。我们来设个局，你马上就明白了。假如我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你干不干？规则是这样的，我们玩个游戏，你有 99.9% 的超高概率能赢我1块钱，但有 0.1个百分点的极小概率你会输给我1万块钱。你听听，9成9以上的胜率，每次都能赢钱，这听着是不是特别诱人？感觉闭着眼睛都能赚钱。但你心里肯定犯嘀咕，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不对在哪？就是那个虽然概率极小，但一旦发生，后果就极其严重的万一。稍微算一下总账，你就知道这游戏不能碰。玩久了，一次万一的亏损，就能把你之前赢的所有小钱都吞进去还不够。这个简单的选择就揭示了普通人和高手之间思维上的一个巨大鸿沟。普通人做决策看的是胜率，总想着我有多大把握能赢。而高手做决策看的是赔率，想的是赢了能赚多少，输了会亏多少。塔勒布本人有个观点，第一次听，你可能会觉得这人是不是脑子糊涂了。有一次开会，大家让他预测市场，他说我判断接下来1个星期市场有70%的把握会上涨。话音刚落，大家觉得他肯定要买股票了，结果你猜他怎么做？他反手就下重注赌市场会跌。在场的人都傻眼了，这不自相矛盾吗？这背后的逻辑就是高手和普通人的分水岭。塔勒布是这么想的，市场虽然有70%可能会涨，但可能涨幅很小，比如就涨1%。可万一那3成可能性的下跌发生了呢？市场可能会迎来一次10%的暴跌。你看，虽然赢的次数可能会多，但一次大亏就把所有小赚都给抵消了，算总账还是亏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颠覆性的道理：一件事对的可能性有多大，和这件事值不值得你下注是完全两回事。我们从小到大都被一种胜率思维给绑架了。上学时追求门门功课，考高分；工作了追求每个项目都万无一失。我们害怕失败，渴望每一次都做对。但真实的世界，尤其是在投资和创业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胜率思维恰恰是最大的陷阱。你想想看，把这套不对称玩法玩得最炉火纯青的是谁？是硅谷那帮搞风险投资的人。他们就像撒种子，一口气投几十个新公司，心里门儿清，知道这里面绝大部分的种子都会死掉，钱都会打水漂。他们根本不在乎90%以上的失败率，他们在赌什么？赌的就是只要有一粒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比如下一个抖音，下一个拼多多，那这一个项目收回来的果实就比所有死掉的种子加起来还要多10000倍。他们用无数次可控的小失败去博取一次收益无法估量的巨大成功，这就是把正面不对称性玩到了极致。所以塔勒布真正想教给我们的是一种决策的智慧。从今天起，在做任何重要决定，无论是投资、跳槽还是创业时，我们都要在心里多问自己2个问题：第一，这事儿要是搞砸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亏得起吗？第二，这事儿要是搞成了，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收益有多大？一个理想的决策就应该像风险投资那样，亏了不心疼，赚了笑开花。也就是下行风险是有限的、可控的，而上行收益是巨大的，甚至是无限的。这样的机会，哪怕成功概率只有1%，都值得我们去尝试。反过来，那些像在压路机前捡硬币一样赚的钱有限，可一旦出事就万劫不复的机会，哪怕成功率高达99%，我们都应该躲得远远的。好，现在我们思路打开了，知道要去寻找那种不对称的机会。可问题又来了，这世界这么复杂，到处都是信息和数据，看起来好像到处都是机会，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机会，哪个又是看起来很美，其实一文不值的假信号呢？我们怎么才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不在一堆数据垃圾里淘金呢？我们知道了世界充满意外，也知道我们的大脑有 bug， 但还有一个陷阱，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我们几乎天天都会遇到，那就是总想从一堆杂乱无章的数据里找到一个能预测未来的必胜密码。塔勒布不管这个叫数据挖掘，我们可以叫它巧合陷阱。简单说就是数据越多，巧合就越多。只要你不停的试，总能从过去的数据里找到一条看似完美的规律。比如过去10年名字里带毛字的股票每年3月份都会大涨，但这种规律往往只是个巧合，对未来毫无用处。因为在海量的数据里，你总能找到支持任何荒谬结论的证据。
我们之所以容易掉进这个陷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渴望秩序，总想给随机的事情找一个解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如何才能不被这些虚假的规律所迷惑，练就一双能看穿巧合的火眼金睛呢？塔勒布在书中其实给了我们一套非常强大的思想武器，这里可以把它总结为3个心法。第一个心法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先有想法再找证据，而不是看着证据再编想法。这是科学思维和伪科学思维的分水岭。一个真正的思考者会先基于逻辑和推理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比如我认为新能源汽车是未来，因为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而 A 公司的技术路线最有潜力。他是先有了这样一个理论，然后再去寻找各种数据和事实来检验，甚至是否定自己的这个理论。而陷入巧合陷阱的人是反过来的，他没有任何理论，就是一头扎进数据堆里，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直到他发现一个巧合。比如，我发现过去5年 A 公司的股价和 B 国的小麦产量走势一模一样。然后他再反过来为这个巧合编造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理论来解释它。这种先有结果再到推原因的规律，往往脆弱的不堪一击。所以下一次当你看到一个惊人的规律时，先问问自己，这个规律是理论的验证还是巧合的产物？第二个心法，这个更厉害也更反人性，不要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而要拼命寻找自己可能会错的证据。这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思想的精髓，塔勒布对此极为推崇。一个真正的聪明人在得出一个结论后，他不会沾沾自喜，到处去找支持自己的论据来获得心理安慰。恰恰相反，他会立刻切换角色，变成自己最刻薄、最挑剔的敌人，去攻击这个结论。他会主动问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我的这个想法就是错的？有没有一个反例，哪怕只有一个，就能把我所有的理论都推翻？传奇投资人乔治·索罗斯就是这么做的。他之所以厉害，不是因为他从不犯错，而是因为他一旦发现自己错了，能比任何人都更快地承认和改正，甚至反手操作。他没有精神内耗，因为他的自我价值不依赖于永远正确。这个心法要求我们有一种极大的智力上的诚实和勇气。在你买了一只股票后，要主动去看空它的研究报告；在你认定一个商业模式可行时，要去找那些曾经用类似模式失败的案例来研究。这种主动证伪的习惯能让你比别人更早地发现认知中的盲点和风险。第三个心法，把你看问题的尺度拉得足够长、足够宽。巧合陷阱之所以容易出现，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太局限在眼前的1亩3分地的数据里了。你只研究过去10年的 A 股，可能会得出核心资产永远涨的结论。但如果你把日本失落的30年、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历史都拿来看一遍，你就会对永远这2个字充满敬畏。塔勒布反复提醒我们，历史最大的价值不是为了让你找到一个可以重复的剧本，然后照着演一遍。历史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不断地提醒我们，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将来也可能会发生。它是在用无数的黑天鹅案例来拓宽我们对世界可能性的想象。所以，不要只盯着你面前那1亩3分地的数据，多去看看那些更长时间尺度、更广阔空间里发生过的你闻所未闻的兴衰成败。你看得越多，就越会明白，你现在深信不疑的很多规律，可能都只是特定时空下的一个脆弱的巧合。好了，我们学会了如何更清醒地解读世界，避免掉进大脑和数据的陷阱。但即便我们拥有了最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就能稳操胜券了呢？不一定，因为这个世界本身的运行规则就可能是不公平的。它内含了一种机制，能让微不足道的运气像滚雪球一样变成天壤之别的结果。为什么这个世界常常是赢家通吃？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去探索的世界的非线性秘密。我们前面几部分一直在聊我们大脑的各种伴，我们只看得到幸存者，我们天生看不懂概率，我们还喜欢在随机中寻找规律。这些都还只是我们和世界互动方式上的问题。但有没有可能，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本身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公平线性？为什么这个世界常常是赢家通吃，而不是雨露均沾的公平竞争？塔勒布用一个词来解释这个现象，那就是非线性。什么叫非线性？简单说就是1+1不等于2。在我们习惯的线性世界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你比别人努力2倍，你的成就就是别人的2倍。但真实的世界往往不是这样的。有时候你付出了99%的努力，结果是0；
而有时候最后那1%微不足道的努力，或者一次纯粹的偶然，却能带来天翻地覆的结果。书里有个沙堆效应的比喻，特别形象。你在沙滩上堆沙子，一粒一粒的往上加，沙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安然无恙。你加一粒沙，它就高一点点。但总有那么一个临界点，当你放上最后那一粒沙子时，哗的一声，整个沙堆就因为无法承受而瞬间崩塌了。压垮骆驼的真的是最后那根稻草吗？当然不是，是之前的每一根稻草累积起来的压力。但最终的崩溃，这个质变却是由那最后一粒沙、最后一根稻草这个微不足道的变量所触发的。这种输入和输出不成比例的现象就是非线性。这种不公平的规则还体现在另一个我们更熟悉的现象上，叫路径依赖。塔勒布提到了一个我们每天都在用的东西——电脑键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键盘上第一排字母为什么是 Q、W、E、R、T、Y 这么奇怪的排列？这种布局其实是目前已知效率最低的一种，它会严重拖慢我们的打字速度。那为什么我们还在用它？原因得追溯到100多年前。当时的老式打字机为了防止高速打字时机械臂会卡在一起，才故意把常用字母分开，设计成这个样子来降低速度。后来有了更科学、更高效的键盘布局，但已经没用了，因为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最差的布局，学习和替换的成本太高。于是这个最初因为偶然原因占领了市场的最不适者，反而笑到了最后，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非线性和路径依赖这两个规则，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威力被放大了无数倍，最终形成了一种残酷的局面，赢家通吃。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社交软件和操作系统。我们为什么都用微信？是因为它在技术上比其他所有聊天软件都好用100倍吗？不一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客户，所有人都在用它。一个产品用的人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就越能吸引更多的新用户加入。这种正反馈，或者说滚雪球效应一旦启动，就会让领先者获得几乎全部的市场，而后来者哪怕技术上更优秀，也几乎没有翻盘的机会。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他的视窗系统，也是靠着这种效应才成为了科技世界的霸主。你看，在这个赢家通吃的世界里，成功很多时候不取决于你比别人优秀10%还是20%，而取决于你是否足够幸运，在最初的阶段获得了那个能够启动滚雪球效应的微不足道的优势。这可能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一次关键的人脉，甚至只是因为你比别人早进入市场半步。这点微小的差异，在非线性的世界里，最终会被放大成天壤之别，这就非常可怕了。它意味着我们看到的那些巨大成功，其背后实力所占的比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而运气和初始位置这些随机因素所占的比重，则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好了，我们的大脑会欺骗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则本身还会放大运气，把成功变得极度不公。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的经验和观察可能根本靠不住。这就引出了一个困扰了哲学家几百年的终极问题：既然世界如此随机，历史又充满了各种偶然，我们还能相信从过去总结出的任何规律吗？我们还能以史为鉴吗？这就是贯穿全书的哲学基石归纳法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将彻底动摇我们看待知识和经验的方式。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育要吃一堑长一智，总结经验才能走向成功。经验似乎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但塔勒布告诉我们，经验同样也可能是我们最危险的陷阱。这背后就是贯穿全书的哲学基石归纳法的问题。这个词听起来很绕，但它的意思我们其实早就接触过了。还记得那只聪明的火鸡吗？它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它用1000天的历史数据归纳总结出了主人爱我，每天都会给我食物这个结论。它的经验丰富吗？非常丰富。它的数据支撑它吗？完美支撑。但结果呢？在感恩节那天，他所有的成功经验都成了他走向餐桌的催命符。这就是归纳法的脆弱之处。再多次的重复验证，也无法保证下一次不会出现意外，而只需要一次意外就足以推翻过去所有的经验总结。伟大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把这个思想变成了一套强大的思维武器。他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聪明人和一个顽固的傻瓜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顽固的傻瓜总想方设法地证明自己是对的，
而真正的聪明人却总在拼命寻找自己可能会错的证据。一个科学的理论之所以科学，不是因为它永远正确，而是因为它清晰地告诉你，在什么情况下我这个理论就是错的。它给了你一个证伪它的可能。而像算命、星座这些东西之所以是伪科学，就是因为你永远也无法证明它是错的。不管发生什么，它总能自圆其说。在现实世界里，把这套哲学思想用得最好的，可能就是传奇投资人乔治·索罗斯。索罗斯这种人，他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的脑子里好像根本没有我不要面子的这根弦。他把每一次投资都看作是一个等待被市场检验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必须捍卫的个人观点。一旦市场用真金白银告诉他你错了，他跑得比谁都快，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反手做空自己昨天还看好的东西。这种坦然承认自己会犯错，并且迅速纠错的能力，就是最高级的智慧。而我们大多数人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我们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常常被自己的成功经验所局限？一个靠着某种方法在一个领域成功的人，总想把这套方法复制到所有领域，结果却处处碰壁。一个在过去感情里一帆风顺的人，总想当然地认为未来也会如此，结果却对悄然出现的危机视而不见。所以，塔勒布不是让我们彻底抛弃历史和经验，而是要我们换一种方式来使用它们。经验不是没用，但它的作用是给我们划定一个已知的边界，而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永远是边界之外的未知。不要再用历史来寻找那些让你心安的规律，来证明你有多正确。恰恰相反，你要像一个最爱抬杠的杠精一样，用历史来寻找那些能够挑战你，甚至推翻你现有认知的小概率反例。你要问自己，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是和我现在的想法完全相反的？只有当你对过去充满了这种审慎的怀疑，你才能对未来保持真正的谦卑和警惕。好了，现在我们的思想旅程似乎走到了一个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我们的世界不仅运行规则不公平，充满了黑天鹅，我们的大脑还带着一堆笨，现在连我们最宝贵的经验和历史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这么看下来，我们简直是赤手空拳地活在一个雷区里。那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抓住的？还有没有一条路能让我们走得踏实一点，有底气一点呢？有，塔勒布说，这条路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它是一种选择，一种姿态，一种不向随机性低头的尊严。塔勒布说，恰恰是在承认了这一切的残酷真相之后，我们才能找到一条真正有力量的生存之道。这条路不追求预测未来，而追求构建韧性；不追求战胜运气，而追求与之共存。这条路的智慧来自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是一种叫做斯多葛主义的古老哲学。斯多葛主义听起来很高深，但它的核心思想一句话就能说明白，那就是我们无法控制命运发给我们什么牌，但我们可以也只能控制自己如何出牌。在最坏的运气面前，依然保持内心的秩序和优雅。随机性可以夺走你的财富、你的健康、你的地位，但它唯一无法夺走的东西，就是你选择如何面对这一切的姿态。那么落实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书中为大家总结出几条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第一，彻底分离过程与结果，不要再用单次的成败来定义自己。这次投资赚了，不一定是你眼光独到，可能只是运气好；这次创业失败了，也不一定是你能力不行，可能只是遇上了黑天鹅。你要做的是把精力100%地聚焦在过程上。你的决策逻辑是否严谨？你是否考虑了不对称性？你的风险控制是否到位？只要你的过程是理性的、高质量的，那么即使某一次的结果不好，你也不必苛责自己，这能把你从结果带来的情绪过山车上解放出来。第二，构建杠铃式的人生策略。想象一个杠铃两头重，中间是空的。塔勒布推崇的就是这样一种策略，把你绝大部分的资源，比如90%的钱，都放在极其安全、绝对不会被黑天鹅摧毁的地方，比如国债、现金或者一份极其稳定的工作。然后拿出剩下的一小部分，比如10%，去大胆地投资那些高风险、高回报、具有巨大正面不对称性的项目。这种策略最坏的结果是你损失了那无关痛痒的10%，但最好的结果可能是那10%给你带来100倍、1000倍的回报。它让你在享受安稳的同时，又不错过黑天鹅带来的巨大机遇，彻底避免了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看似安全，实则脆弱的篮子里。第三，为自己的人生关键决策预设止损点。
就像一个专业的交易员，在做一个重大决定之前，先清晰地问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就证明我当初的判断是错的。一旦这个情况发生，我必须无条件的离场，承认失败。这无论是对一份不合适的职业、一段消耗你的感情，还是一项前景不明的投资，都至关重要。它能让你避免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投入过多的沉没成本，最终无法自拔。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拥有尊严。这是我们对抗虚无和随机性的最后武器。当你遭遇厄运时，你可以选择抱怨、愤怒、自怨自艾，把责任推给全世界。你也可以选择像个英雄一样优雅地承受它，然后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前行。当你的投资亏钱时，对你的家人更和气一点。当你的事业遭遇挫折时，不要迁怒于你的下属。命运女神可以决定你的胜负，但只有你自己能决定你的姿态。好了，讲到这里，我们这本随机漫步的傻瓜的精读也接近尾声了。这本书从头到尾都在无情地戳破我们关于成功、理性和预测的种种幻想，但它最终想告诉我们的不是悲观，而是一种清醒的乐观。它让我们放弃了对世界可预测的幼稚幻想，从而把宝贵的精力聚焦到我们唯一能掌控的东西上，那就是我们自己。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再是那个被随机性愚弄的傻瓜，而是一个在不确定性的惊涛骇浪中清醒而自由的航行者。